近股市好似過山車咁衝上歷史高位之後咧，短短幾日咧又大跌超過1000點，日圓亦都跌到去34年嘅低位。歐羅同樣經歷咗年半以嚟最大嘅單周跌幅。美國最新嘅利率政策正式轉向，有人開始擔心全球嘅經濟要經歷一個大動盪，有更多嘅公司要執笠，更多人失業。美國唱咗成4-5個月嘅減息信號，但係由 Powell 一句 Recent data have clearly not given us greater confidence， 就向全世界嘅減息預期咧大潑冷水。由之前預計最少減3次息，依家咧最鷹嘅投資者甚至覺得咧冇可能減息 Not expecting any rate cuts for 2024， 或者最多減得1次，減得個25點子之後咧都唔知仲有冇第2次噶啦。喺過去1年以嚟已經發展咗嘅經濟體咧，基本上佢嘅政策都係一致，狂加息。但係隨住每一個國家嘅通脹回落幅度唔同，各國對減息嘅步伐咧開始出現分歧啦。有啲咧已經率先減咗息，好似瑞士咁9年以嚟咧首次減息，有啲就要盡快減息。It will be time to moderate the restrictive monetary policy。好似歐盟咁6月開始減息，而有啲國家就好似美國咁唔肯定，左諗右諗，一啲咧仲要加息，好似日本咁。美國嘅今次大轉態啊，即係代表全球嘅高利率咧將要維持一個更長嘅時間。對投資者嚟講咧就一定唔係好消息㗎啦。而我哋依家最需要知道咧就係要了解呢個美國轉態咧對成個經濟嘅市場嘅影響係點。呢度我想你哋幫一個細細嘅忙，就係訂閱我哋 channel。依家我哋嘅觀眾裏面咧有41% 嘅觀眾係訂閱咗，我希望呢個 number 可以上到去50%。你嘅一個訂閱咧係可以幫到我哋嘅 channel 走得更遠，唔該晒。要知道點解美國今次咁驚減息，就要先知道佢哋以前犯過嘅重大錯誤。首先大家要明白聯儲局嘅2大使命咧，就係最大嘅就業同埋維持物價穩定。喺60-70年代，大部分嘅經濟學家咧都好相信呢個 Phillips Curve 嘅理論，即係咧高通脹就可以有利全民就業啦。好似聽落係咪好怪呢？喺1979年之前，聯儲局係採用呢個 Stop Go 嘅貨幣政策，去輪流應對呢個高失業率同埋高通脹。喺高嘅時候呢，即係代表聯儲局要降低利率去降低失業率；喺 Stop 嘅時候呢，就係相反啦。係咪好難明呢？唔緊要，我哋一齊 zoom in 睇下個圖你就明㗎啦。你會見到1960年呢度失業率好高，聯儲咧就即刻做高啦。即係減息成功咧，喺之後壓低呢個失業率，持續咁樣10幾年以嚟都係咁，得閒又高下，得閒又 stop 下，所以咧佢哋覺得咁樣係 work 嘅。你會見到上2個月又加下息，今個月又減下息，下個月又加息，又 stop 又高咁樣。但係70年代咧，市場就證明咗呢個 Stop Go 政策咧係一個大失敗。當時聯儲局咧好似例行公事咁，加完息之後咧，為咗救失業率又急住減息，結果通脹咧超越新高，仲衝埋去歷史最高位，失業率咧達到10%，成1070幾萬人冇工做，成個美國民怨沸騰。呢個時候就出現咗一個拯救全美國嘅人，佢咧就係新上任嘅聯儲局主席 Paul Volcker 啦。佢嘅宗旨就係咩失業咩衰退咧都唔緊要，佢淨係集中一件事就係打通脹。佢認為 Stop Go 呢個政策只係會令人正常化呢個高通脹。Paul Volcker 咧佢將政策180度大變，唔會好似以前咁直接設定咧每日嘅 Fed Fund Rate 嘅目標，轉為咧控制銀行體系嘅儲備金，唔想咧太多嘅資金喺市場流動，同時亦都狂加息去打通脹。當時咧就好多批評嘅聲音咧話 Paul 唔啱，覺得咧唔應該俾經濟繼續衰退，太多人冇嘢做唔得㗎。的確佢嘅政策令到美國經濟喺80年嘅時候進入2次嘅衰退，通脹依然好高，但係 Paul Volcker 咧仍然企硬繼續加息，去到80年底 Fed Fund Rate 已經加息接近20%，最後佢用咗3年將呢個通脹壓到去5%，成個經濟咧重拾正軌。Paul Volcker 咧被譽為徹底改變聯儲局同埋近代貨幣政策嘅人。佢認為公眾對 Stop Go 嘅行為預期啊，令人覺得 Fed 一啲都唔重視通脹，失去公信力，咁樣會令到聯儲更加難打壓通脹。啱啦，你可能都會發現鮑威爾同 Paul Volcker 咧，佢哋嘅口徑其實一樣，同樣都係認為如果佢哋依家對抗唔到通脹，之後嘅路咧會更加難行。所以當聯儲局呢2大使命有衝突而要取捨嘅時候，近代嘅聯儲局咧都係優先打壓通脹，
犧牲就業。之前都有同你哋講過啦，聯儲局係樂於見到衰退，因為衰退亦都係代表佢哋個成績表合格啦，打贏通脹。只要衰退得嚟唔係太衰嘅呢，就 OK 㗎啦。但係越嚟越多嘅數字顯示，美國不但冇衰退，而且咧經濟太強。最新嘅美國製造業 PMI 已經連續3個月咧上升去到擴張嘅位置。美國嘅耐用品訂單3個月以嚟咧亦都首次上升。GDP 達到2022年以嚟咧最強嘅增幅。就業數字連續39個月擴張，係史上第5場嘅連續增長。消費力咧係1年以嚟咧最高嘅月度升幅。其實由2023年3月以嚟咧，消費者支出咧從未收縮過，月度嘅零售額增長亦都超過市場嘅預期，更加唔好講佢哋美國人工啊，佢哋增長係完全跑贏通脹。咁強勁嘅經濟咧，個代價就係通脹啦。最新嘅 CPI 通脹數據按年升3.5，已經連續3個月高過市場嘅預期啦。咁依家美國減唔到息，而美元咧又係全球第一嘅儲備貨幣，一舉一動其實對全球嘅經濟影響好大。美元係對各大嘅貨幣，即係咧美元升嘅時候，外幣咧就相對貶值啦。而美國通脹數據一公佈之後，成個美元指數咧就創下1年半最大嘅升幅。咁即係話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嘅收益率咧差異擴大啦。簡單講句，美元嘅高利率即係等於增強咗以美元計價嘅資產嘅吸引力，再推高美元。以英紙為例啦，本來咧日本加息之下，亦都預期美國同時會減息，當時就預計日本同美國嘅利差係會預期收窄嘅。但係依家日本咧因為要維護經濟，近期好多嘅經濟學家都預計今年咧最多會加多一次，出年可能都係加一次。而美國依家又推遲減息，令到美元再度上升，日元咧就會持續疲弱啦。所以喺我哋收到明確嘅減息信號再嚟之前，睇嚟咧強美元短期內咧都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外幣嘅匯價會繼續波動，但亦都可以為想買入外幣嘅投資者咧帶嚟機會。今日咧呢個影片係由 Setso 贊助，外匯交易咧可以話係 Setso 嘅強項。佢哋嘅平台無論係主要嘅貨幣或者係次要貨幣都可以做到買賣。佢哋嘅外匯交易收費亦都非常有競爭力。Setso 係市面上面少有可以支援唔同市場同埋唔同投資工具嘅一站式平台，等你可以喺 Setso 裏面一站式咁樣 handle 晒你嘅資產，唔使芒住幾個平台。如果你有興趣開 Setso 戶嘅話咧，可以 scan 翻呢個 QR code 或者睇下下面嘅連結啦。咁強嘅美元同埋弱嘅美元對全世界嘅影響係點樣呢？先用呢個經濟101咧講多少少先。當美元升值嘅時候咧，代表進口去美國嘅商品咧就會變得平咗，而出口嘅商品咧就會變得更貴啦。咁樣即係會鼓勵美國增加進口，減少出口啦。你可能會咁樣諗，咁樣唔係對啲出口國家更好咩？咁就要睇下你本身你個國家生產嘅嘢有冇優勢啦。事實就係強勢嘅美元咧，往往會抑制全球貿易成長，對大部分嘅國家嚟講都係冇好處，因為咧美元係世界上用嚟計價嘅貨幣，擁有最大嘅購買力。頭先講咗啦，美元升，外幣嘅購買力就會跌。通常大宗商品啊，無論係石油啊、金屬啊、原材料、食品等等，都係用美元去計價，所以其他國家嘅商品進口成本咧都會上升。譬如喺韓國嘅 Ring 想買一架車，當美元升值嘅時候，韓圜咧就會貶值啦。所以當韓國嘅 Kia 佢要買入佢嘅造車材料或者係金屬甚至係石油嘅時候，佢都要用美元去做交易，結果咧佢嘅進口成本咧就會上升，而公司當然就將呢個通脹成本轉嫁翻俾消費者啦。相反喺美國生產嘅 Tesla 就唔同啦，因為佢哋係用美元去進口，所以如果美國公司喺本土生產嘅話，呢方面咧係有利嘅。Kia 咧就將佢嘅通脹成本轉嫁俾消費者，而當呢個價格上升，所有人嘅消費力咧都會被削弱，整體對商品嘅需求亦都會減少，結果咧係令到全世界嘅國際貿易會減少，而美元上升對唔同國家嘅影響都會唔同。研究指出，當美元升值10% 嘅時候，世界每年嘅實際 GDP 咧就會下跌1%，而對發展中嘅國家嘅影響就更加大，佢哋嘅 GDP 咧會下跌1.5%，而佢嘅影響力度都會唔同。新興市場嘅 GDP 咧
會持續被拖累至少2年半，但係對已發展咗嘅國家嘅影響呢就短好多。對窮國家嘅影響傷害性咁大，主要係因為佢哋爭落好多美元債。以阿根廷為例，佢哋經濟唔好，政府都要借債度日，但係以前呢，佢哋可以用借新債去冚舊債啦，因為以前利息低，可以好容易咁做到。但係依家喺高利率之下，每借一次錢呢，佢嘅利息就更加高啦。即係話以前呢個10個煲得9個蓋嘅招數呢，就唔再 work，佢哋連利息呢都還唔起。所以喺過去1至2年，美國加息嘅環境之下，已經逼到呢啲新興市場喺發行外幣債券嘅數量大減50%啦。窮國家越嚟越窮，有啲咧更面臨政府破產崩潰，同時亦都好多投資者咧唔再投資喺呢啲高風險嘅債券，因為美國啊一啲高評級嘅國家嘅利率都高，回報對佢嚟講咧都夠高啦，所以對呢啲窮國家嘅債券咧完全冇興趣。但係亦都好多嘅國際金融機構仍然持有大量發展中國家嘅債務，所以呢啲國家破產亦都會造成金融市場動盪。另外大家都要留意咧歐美減息步伐不一致嘅影響啦。如果歐元係率先減息嘅話，資金會流去利率更高嘅地方，因為咧可以有更高嘅投資回報啊嘛。咁樣就會令到歐元嘅吸引力下降，歐元有機會貶值。而當歐元貶值嘅話，歐洲嘅商品同埋服務佢哋會變得更加平，有利佢嘅出口。譬如如果美國要入口 BMW 本身要53,000美金嘅話，但係喺歐洲減息之後，歐元貶值，依家咧就可以用更平嘅美元咧去買同一價嘅 BMW 啦。但係唔好唔記得，同頭先 Kia 嘅例子一樣，因為大量嘅商品同埋原材料都係用美元計價 ，BMW 佢嘅進口原料咧可能就會貴咗，最終可能要逼到佢加價，將成本轉嫁翻俾買家。而外國嘅投資者亦都可以用更少嘅外幣兌換更多嘅歐元資產，增加對投資歐洲資產嘅興趣，令到 FDI 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嘅資金咧有機會上升啦，從而就可以刺激翻呢個歐洲經濟。呢個咧亦都係歐盟減息嘅重要原因啦。不過對之前咧已經投資喺歐元資產嘅外國投資者嚟講，如果歐元貶值嘅情況之下，將歐元資產套利兌翻去美元嘅話咧，可能咧就要蝕匯率啦。雖然歐洲央行咧係打算喺6月開始減息，但係佢嘅減息幅度咧係絕對唔應該比美國央行領先太多，因為咁樣就會削弱咗佢做呢個寬鬆貨幣政策嘅效用啦。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呢度係有好處亦都有壞處嘅影響。咁對日本嘅影響又係點呢？經濟有彈性嘅日本呢，其實已經進入咗呢個加息階段啦，但係日元依然低迷，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佢嘅加息幅度太細，加咗等於冇加，咁樣會令到美元同埋日元嘅利差擴大，形成日本嘅輸入性通脹非常之犀利。因為日本本身係冇天然資源，佢係依賴原材料入口。雖然日本人工係有上升啦，但係佢哋當地嘅消費者嘅使錢能力仍然非常之弱，連續12個月咧已經削減消費開支，所以咧變成日本政府雖然面對一個好高嘅通脹，但係都唔敢大力加息，因為佢哋要保住出口商，利用疲軟嘅日元咧去推動日本嘅 GDP。但係同 Kia 車一樣，只要進口原材料仍然係貴嘅話，仍然對日本通脹不利。但係咧就比歐洲區好啲嘅，因為至少佢有少少加息嘅空間。咁日元幾時先會升翻呢？依家我就會期望美國有更多同埋更穩定嘅減息步伐出台嘅時候咧，日元咧就有機會受到提振啦，或者日本央行都會被逼出手去救日元嘅。但係我自己就覺得日本央行咧就比較手軟。不過我之前都有講過啦，日本要維持呢個寬鬆貨幣政策嘅成本咧越嚟越大，長遠其實成個日本咧係要繼續奮鬥去搏經濟上升，加息加人工咧先係上策。呢兩段影片咧有更詳細嘅解釋啦。咁強美元對全球大部分國家嚟講咧，其實都係壞消息。你哋又認為平嘅yen紙會持續幾耐呢？作為投資者，除咗去了解啱啱我所講嘅地區經濟問題之外，當然咧亦都要留意美元對公司嘅影響啦。以美股為例，外匯嘅波動其實對某啲公司嚟講咧影響係非常之大。譬如蘋果公司，蘋果喺外國賣產品嘅時候咧，就係收當地嘅貨幣，所以咧公司係面對好大程度嘅匯率波動嘅風險，因為佢哋收翻嚟嘅外幣相對美元貶值嘅話，轉換美元嘅時候咧，佢哋嘅收益率咧就會跌啦。譬如 Apple 喺2023年佢年報上面提及過，佢外幣嘅弱勢咧，導致全年公司嘅總銷售咧跌超過3%，大大影響咗 Apple 用美元計價嘅毛利。當然 Apple 公司可以將佢部 iPhone 加價嘅，但係全
全球咧都已經係 suffer 緊強美元嘅影響，加價可能會令到更少人買佢嘅 iPhone。外匯嘅影響可以好大，喺 Tesla 嘅財報咧，亦都可以睇到 other income expenses 呢度可以見到外匯帶嚟嘅收入同埋損失。喺2023年啊 ，Tesla 咧因為外匯得到嘅收入係172個 million， 但係喺2022年咧就減少43個 million， 所以你可以見到個浮動係好大。如果你係好介意美元對呢個公司股票嘅影響，你就要多啲留意佢嘅財報啦。我哋嘅豬豬課程今日開始，1連5日會做呢個8折嘅春季優惠課程咧，會教翻大家點樣睇財報啦，點樣計公司嘅財務數據，仲有咧教你做自己嘅估值模型。有興趣嘅你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連結咧攞優惠啦。當然啦，要判斷呢個公司佢喺外匯嘅影響算唔算大，我哋可以做 Apple to Apple 嘅比較，即係喺同行之間咧揾一個較類似嘅公司咧做一個比較。譬如你可以喺度睇到 GM、Ford 同埋 Tesla 佢哋分別喺美國嘅銷售額，即係佢哋賺嘅美金咧大約佔佢嘅總銷量咧係幾多個 percent。又譬如晶片業 Nvidia 喺美國收美元嘅銷售量咧係佔總銷售44個 percent， 對比起 AMD 係34個 percent， 即係話 AMD 嘅影響咧可能會較細啦。而呢啲公司嘅收入咧就比較集中喺美國市場，對匯率嘅敏感度咧就比較低啦。咁如果大家同我一樣中意研究外國公司股票咧，唔單止美股，仲有歐洲、日本嘅股票、美國嘅債券等等咧，全部都可以喺 Saso 一個平台裏面完成交易。你可以睇下 Saso 嘅平台，平台上面咧有好多嘅分析，由股票啦、外匯、大宗商品、債券到去宏觀經濟，所有分析都有，對你平時做功課咧好有幫助，快速咧知道依家市場嘅走勢係點。最近 Saso 亦都話俾我聽，佢哋嘅手續費大減價，美股咧就低至1美金，英股低至3磅，日股咧低至800 yen。咁呢啲咁熱門嘅投資市場咧 ，Saso 都有支援。除咗做股票交易之外，好多人咧都中意收下息。有收息工具咧，亦都唔係淨係局限於公司股嘅，其他嘅高息工具、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債券等等 ，Saso 咧都有得做買賣。好，咁強嘅美元係咪永遠都喺度唔肯走呢？咁我自己咧就會睇下美國唔減息嘅韌性啊，其實有幾強啦。聯儲局咧喺2023年嘅虧損咧已經創下歷史新高，高利率代表銀行同埋金融公司擺喺聯儲局嘅現金利息咧都會提高，即係話 Fed 嘅利息支出咧都大升啦。喺上一年佢嘅虧損達到1143億，同時美國嘅國債嘅利息支出咧都預計會達到8700億，比起2023年嘅數字大增32%。所以咧，依家美國嘅高利息亦都令到佢嘅政府支出猛升，其實係對美國嘅財政不利，亦都不利股市，因為公司嘅利潤喺高利率嘅環境之下會下跌，借貴錢咧亦都會抑制公司嘅投資同埋佢嘅支出。而以頭先我所講嘅近代嘅聯儲局政策嚟講，為咗要達到通脹受控咧，其實聯儲係好樂意見到衰退發生，但係長遠嚟講，美國係必須要減息，而呢個咧只係時間嘅問題。好，呢度再提一提大家，豬豬課程嘅8折春季優惠咧，淨係做5日嘅啫。如果你哋有意開 Saso 戶口嘅話咧，放喺佢哋戶口嘅未投資嘅資金咧 ，Saso 都會俾高達4.5% 嘅利息，仲係每日計息，冇鎖定期，亦都冇最低嘅投資要求同埋利息上限。相比起同類型嘅券商咧，非常少有咧，佢個 way 係做得唔錯噶。所以如果你想等多陣觀望下市場再投資嘅話咧，賺下息都唔錯，可以睇睇下面嘅開戶連結啦。好，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段影片咧，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